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本次小小的展览。那我在这边简单的描述一下我在这边驻点创作的发想和中间的经过。我跟这里的主人陈建志老师，我们在艺术季上面认识了，然后很聊得来，于是他告诉我他有这个地方，我们就约好了说什么时候我们来这里做一个计划。后来在这个隔了1、2年当中呢，我突然就有一个这个计划，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好，可以来传阅。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我的创作其实我经常以金属线在进行创作，然后我创作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我发现我已经突破了线这个结构了。线这个结构对我来讲，它是不是线已经不要紧了，我突破了它的次元，这样。那这个我突破了，我是不是找一个新的项目来做练习？于是，我找了一个相对性的这个片，一片，因为本来都是用一根线来构成，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片来做练习、做作品。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理解到线它比较没有边界，这样。可是这个片它是边界跟那个范围来决定的，所以呢，我在想，那这个其实很有潜力。于是我就在边界的这个议题上面，我做了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发想，也就是我们太阳系有一个边界，那个边界叫做小行星带，有一个叫做凯博的人发现它的，所以也有人叫它凯博带。或者是翻译上面，它叫做柯伊伯带。这个计划就在这里开始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建筑的意味非常的强烈，而建志老师的专长正是建筑，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当做这个计划的起点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那么这个计划，我希望可能我利用个3年或5年的时间，比如说这样子的小东西，我把它做成300个。然后可能到时候在一个很大的展厅里面，那悬浮着300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到时候再排成一个大大的环形，去象征、去比拟那个太阳系的小行星带。所以这个计划叫做小行星建筑计划群。所以如各位所见，这个一个，它其实都有一种飞行器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很容易去联想，你看，在太空中漂浮的一个石块啊，或什么上面有一个建筑物的时候，那个都会给我们带来飞行的想象。好，所以我就在这边开始创作小行星建筑计划群，这是一个起点，这会是我可能3年或5年的计划。但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是转折点，因为我住在这里，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会体会这里的一些各种事物嘛，比如说，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个跟这个小行星建筑计划完全不搭嘎的食物，像这些怎么来的？是因为我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房子的外围，它的地缝或者是墙角长了这些树，而我知道这些树继续长的话，它会危害到这个建筑的结构，所以呢，我就把它给剁了。因为我想说，既然我在这里住嘛，那我应该也要照顾一下这个房子。剁了以后，我就把它丢到后面去。可是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突然心里有一点不安。这样，不是没有鬼故事没有鬼故事。那个不安是这样的，是，我今天这个行为会不会太粗暴？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我应该有更丰富的感受性跟细腻。于是呢，我就把那些树拿回来，因为我觉得，就算我把这些树拿去烧掉，都算是我有用上它，不会太粗暴。可是呢，我在看着的时候呢，我都突发奇想，那我把它们枝干互相做连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于是就有了这一批新的作品。那这个是在生活上面当中触发的，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嘛。然后为什么我会利用这里来作为这个
计划的起点呢？因为大家想想看，我要做300个，我可能做着做着会失去感觉，这样，所以我为了让这个大的环有更多的个性和可能性，所以呢，我就希望我要找到不同的地方来做不同的创作，因为每个新地方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这一颗这个水泥块啊，其实平平无奇啊，它就是什么东西做的那个沙发丢在那里，可是就像是这个，我就在门口的碎纸堆里面捡出来这样。那它触动我什么地方？触动我的地方是，我们也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嘛。就那堆石头里面都是人的话，我在里面也不会很显眼，那了不起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做成这个样子。那我做的时候，我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做计划，我都是兴之所至啊，就是随意的去画那个线啊，然后开始切割啊，或者是那个这些比较细致的线条，我得用那个弓形锯才锯得出来，这样。那这是我的小行星建筑计划，可是它跟我过去的创作有没有关系？有的。我这边放了一张画，我画图的方法其实跟我在构成这个它的结构的那个过程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带了一张我的画来这里。还有就是我在这里住的时候呢，我也有注意到，可能那个我的朋友啊，这里的主人他可能也许最近心力比较不够啊，对这边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仔细的照顾，所以它有一些木头就腐烂掉，这样。而腐烂掉的木头呢，有一个部分很触动我，等一下，请大家坐在这里，看一下这边，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美，这样，这些东西真的是很美。这个就是我在这边创作的起源和当中发生的经过。好，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什么焦虑？不会，我创作的时候喜悦，因为焦虑我已经跟他说再见了。焦虑是在于说我们去寻寻觅觅、汲汲营营这样子。譬如说前天有一位赖万正老先生，他来到这里，我跟他聊天，我在叫他赖大哥了，我说你给我拼姐啊，我叫你赖大哥了，你给我拼姐。然后呢，他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内行人才问得出来。他问说：“请问你怎么找材料？你怎么找材料？”这个其实是很专业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他，过去我的确会找材料，可是现在我不找材料。就以刚刚我拿的这个举例来讲，我现在对于材料的看法是，我用预见。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希望在别的地方去进行这个创作，因为我会在那个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人，然后那一批作品自然的，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属性跟个性，它会让这个我希望构成的那个大的小行星带，它会赋予它更多的个性与质感。所以呢，像你刚刚问我说我创作焦不焦虑，我是等待它，我很焦虑的，我怎么等啊？我就会坐不住，我就跑了，这样，所以我就已经放弃焦虑那个事情，这样，我等着，这样，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和这个世界的丰富，这样，那大概是这样，还有没有问题？你们给我的，我就在这里。这个铁是这个3个小朋友他们工作产生的备料，说要给我这样，于是我就把它做在我的作品里面，这样，因为这符合我现在对于材料的定义，我用预见，那我预见它了，那么它就要得在我的作品里面。以上就是我这次我的创作的理念跟这个计划的发想，以及当中发生的一些小细节，这样，
哪个？那个区域的那些作品。这个区域的作品要请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没有。来，这个是被重铸这些木头，然后因为它有枝干，它有枝干，所以它就会留下来，这样像流水造型，或者是就它有一种流动感，它有它的律动。其实事实上，这个结构怎么造成的？就是虫在那边吃，它吃的速度很慢，可是那的确是一种流动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具有美感，所以虽然它只是一个被重铸过的这些小木块，但是我还是深深的被这个美感所折服。于是呢，我就做了简单的安排，还是把它展示出来给大家。然后这边我要特别感谢伟伟老师，因为伟伟老师非常的慷慨。我看到那个炉子这个展览之前的上一个展览是这位黄伟伟老师，然后呢，我来看他的展览，我就注意到他的展览非常的有趣，而且呢，有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女生。于是我就拜托伟伟老师说，可不可以留一个给我用？我可以拿来烤橘子、烤番薯、烤番茄、烤面包。烤面包，对。然后所以那个就是我生活的凉拌，而且最近不是有一件寒流超冷的吗？是啊。五高烈，高赞，你睡这边哦。我这边太少，我那个建志老师有帮我准备别的地方睡，可是我觉得，跑来跑去有几瓜会体，所以那男孩子比较无所谓了。加上我，还有这个，看这是不是很可爱？我上次有碰到一个年轻人我说这个像不像魔王城？有没有魔王城的 view？ 像不像？里面有一个 boss， 有一个大 boss 在里面。好了，中 boss。好了，大概是这样。那没问题的话，大家随意看。我在这边有什么想要私下跟我讨论的话呢，非常的欢迎。那这样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